Hello，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嘿，大家好。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最近那个 AI 智慧眼镜这个词，好像越来越常听到。有哦。它不是那种让你完全沉浸在虚拟世界里的那种大头盔啦，对对对，而是看起来就跟我们平常戴的眼镜差不多，可是多了那个 AI 功能。没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发展方向，就是把 AI 直接怎么说融入到我们最自然的穿戴配件之一。对，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我们手边的资料其实也蛮丰富的，有来自那个平安证券东吴证券的产业深度报告，这个提供了不少市场跟技术面的分析，对，基本面分析。也有像那个科技媒体 Times Guide 还有 CTO Magazine， 他们有一些实际的评测跟趋势观察。使用者角度。对，还有一篇从 Diva Portal 找到的学术文章，他在探讨说穿戴装置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社会啦、伦理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对，再加上像科技报局 Tech Orange 这种新闻报道，就是追踪最新的产品动态。的确，这些资料来源涵盖了从那个技术细节啊、市场预测，一直到社会影响，不同面向都有。对，让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来看看 AI 智慧眼镜的全貌啦。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资讯里面帮你梳理出最关键的重点。我们会看看这项技术啊，现在走到哪了，市场上有哪些主要玩家，他们的策略有什么不一样，未来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然，还有它面对的挑战，还有需要思考的地方。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可能要厘清一下，所谓的 AI 智慧眼镜，跟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像是 AR VR 眼镜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个好问题。目前市场上看到的 AI 智慧眼镜很多时候它更强调的是那个 AI 互动的能力。AI 互动，对啊，而不是像 AR、VR 那样去追求很强烈的那个视觉沉浸的效果。所以不一定有荧幕在前面。不一定，或者说那个显示功能不是最主要的。他们通常做的比较轻便，外形也更像一般的眼镜。一个很指标性的例子就是那个 Meta 跟雷朋 Ray-Ban 合作的第二代智慧眼镜啊，我知道那款，看起来真的很潮它的市场反应怎么样啊？非常不错。根据那个券商报告的数据第二代的销量已经突破100万副了。哇，100万！对，远远超过第一代，大概30万副左右的成绩。妈，超很多对啊，所以这也让很多人好奇说，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AI 智慧眼镜好像突然变得很热门？对啊，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技术终于到位了吗？还是？我想是好几个因素汇集在一起的结果了。首先，就像你说的 ，AI 技术的成熟是关键，特别是那个多模态 AI 的进步。多模态 AI 那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这种 AI 不只懂文字，它还能理解语音，甚至看得懂图像。哇，所以就是说，眼睛能听懂我说的话，也能看懂我看到的东西。正是这个意思。像是 Meta 的那个 Llama 3啊，或者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都能做到这点。这就让眼镜能更自然的跟你互动，变成一个更聪明的助理。其次呢，硬体技术也在帮忙，那个处理器啊、感测器、电池这些零件都能做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省电。对，越来越省电，所以智慧眼镜才能做得跟普通眼镜一样这么轻巧。这点很重要，不然戴起来像个机器在头上，大概没人想用。没错没错。再来使用者好像也开始在寻求一种比手机更方便、更不打扰的科技互动方式。不用一直掏手机出来。对，眼镜这个形式就很自然可以实现像那个东吴证券报告里提到的随时在线 （always on） 的那种个人 AI 助理概念。always on，让你随时随地获得帮助，不用一直掏手机。
最后，科技大厂也看到这个潜力了嘛。例如说，那个 CTO Magazine 就提到 Google 的 Project Astra 计划。Project Astra，对，他们想打造一个能在日常生活中随时提供帮助的那种通用的 AI 代理人。一个 AI 管家。对，然后智慧眼镜就被看作是实现这个愿景的一个很理想的载体之一。听起来，从技术、硬体、使用者需求到科技巨头的布局，各方面条件都慢慢成熟了。没错。那我们来看看现在市场上有哪些主要的玩家，他们各自的策略好像不太一样哦。对，策略差异还蛮明显的。首先当然是 Meta， 他们的 Ray-Ban Meta 第2代眼镜是目前的焦点产品。它的成功，我觉得很大部分是归功于跟 Ray-Ban 合作，品牌加持。对，在外形设计上非常成功，重量也控制得很好，大概才49克左右。哇哦，很轻诶。那除了外形，功能上呢？它内建的相机有1200万画素，还有好几个麦克风，5个哦，为了收音清晰嘛。5个麦克风？对，搭载高通的处理晶片。最核心的就是整合了 Meta 自家的那个 Llama 3 AI。Llama 3，你可以用语音下指令，让它拍照录影，甚至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上直播。哦，还可以直播？对，它跟 Meta 自家的社群平台整合得非常好，价格大概是$299。还可以接受。续航力呢？单次使用大概4小时，但搭配那个充电盒，总共可以撑到36小时。哦，那还可以。对，产业报告也提到说 ，Meta 可能还在开发更强的代号叫 Orion 的 AI 眼镜。Orion 听起来 Meta 的策略就是结合时尚、社群还有 AI 互动，主打一般消费市场。没错。那 Google 呢？他们的 Project Astra 听起来野心勃勃耶。Google 的核心武器就是他们的 AI。Gemini。对，根据那个媒体报道跟评测他们正在开发基于 Android XR 平台的智慧眼镜原型。Android XR 那是新的系统。对，算是 Google 专门为这种延展实境 XR 装置设计的操作系统。Tom Sky 的编辑有试用过原型机。怎么样？他说眼镜本身蛮轻巧的，还有一个小小的抬头显示器。抬头显示器像电影里面那种？可能没那么夸张了，主要是显示一些基本资讯，像时间天气什么的。但重点是内建的那个 AI 助理 Gemini。透过语音，它可以帮你辨识眼前的东西，例如说一本书或者一幅画。然后回答你相关的问题，或者帮你找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餐厅。哇，这就很实用了。不过目前的测试也显示了 AI 的理解能力，还有进步空间还是会出错，有时候会搞错你的意思。对，这也是目前 AI 的普遍挑战啦。那 Google 有跟眼镜品牌合作吗？像 Meta 跟 Ray-Ban 那样？产业报告有提到 Google 也在跟 Ray-Ban 的母公司，也就是那个眼镜巨头 EssilorLuxottica 接触。未来可能会有合作。所以 Google 的策略很明显，就是想把他们强大的 AI 能力变成智慧眼镜的核心卖点。一个靠时尚加社群，一个靠 AI 大脑。那 Amazon 呢？他们好像也有动作。Amazon 的路数完全不一样。怎么说？科技报局有报道，他们推出了一款叫做 Amelia。但这款眼镜不是卖给我们一般消费者的。那是给谁？它是专门设计给他们自己的那个路务送货司机使用的。所以是企业应用 B to B 的。没错，目的是要提高工作效率。那它有什么功能？这款眼镜会显示那个送货路线包裹资讯有 AI 助理提供语音指引，甚至还有紧急按钮。安全考量。对，而且它的电池还可以替换，确保司机在工作期间不会断电。这很实际。未来还计划加入像是包裹有没有瑕疵的侦测或送货地点有没有宠物之类的。哇，很针对性耶。对， Amazon 是从解决他们自己业务上的痛点出发，这也是智慧眼镜一个很重要的应用方向啦。除了这3家科技巨头，市场上还有其他玩家吗？非常多。产业报告指出除了传统做那种 AR、VR 的硬体厂，很多网络公司手机品牌也都进来了。像中国市场就很热闹，有那个李卫可、界环、华为、魅族、小米、百度等等。哇，好多。对，
而在那种比较偏重显示功能的 AR 眼镜，例如说拿来看影片或者显示资讯那种，观影眼镜。对，根据 IDC 的数据，中国品牌像是那个 XRL、雷鸟创新、Rocket、Inmo 这些，在全球和中国市场都占有很高的市占率。这样看来，市场策略真的很多元呢。对啊 Meta 走时尚科技路线 ，Google 强调 AI 核心 ，Amazon 锁定企业应用，还有这么多品牌在探索不同的可能性。这显示市场好像还在一个蛮初期的发展阶段，大家都在找那个杀手级应用。的确是这样。AI 的加入让智慧眼镜的可能性变多了，不一定都要追求像 VR 那样完全沉浸的体验。更轻便、更聚焦在特定功能的产品也是有机会的。了解了这些不同的策略和产品之后，我们来深入一点，看看这些眼镜的那个智慧核心，也就是技术本身。好，它们是怎么运作的？哪些零件最关键？成本呢？从技术角度来看有几个核心组件决定了智慧眼镜的能力跟成本。首先就是它的大脑晶片，也就是 SoC 系统单晶片。SoC 对，根据那个券商报告对 Ray-Ban Meta 的拆解分析晶片是成本最高的零件之一。最高的？占了那个物料清单 BOM 成本相当大的比例，可能30%到50%多。哇，那很高诶，表示它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运算都要靠它嘛。目前市场上，高通 Qualcomm 是主要的晶片供应商。高通像 Ray-Ban Meta 就采用了他们的方案，当然也有针对不同需求和成本考量的处理器方案的。例如比如功能比较强大，但可能比较贵的那种整合型 SoC， 或者成本低一点，但能力相对有限的，用 MCU 配 ISP 影像讯号处理器这种方案。看产品定位。对，看产品定位来选择。那 AI 是怎么整合进来的？就靠这个晶片跑吗？晶片提供了运算能力，但 AI 的那个智慧是来自于运行的模型。模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核心是那个多模态 AI 模型，例如 Llama 3或 Gemini。对，这些模型让眼睛能够理解语音指令辨识看到的物体，进行即时翻译、回答问题等等。它把声音跟影像连起来了。没错，产业报告也指出 AI 模型开发跟运行的成本正在下降。这也加速了 AI 功能在智慧眼镜上的普及。可以说 AI 正在重新定义我们跟机器的互动方式。听起来 AI 是那个软体的灵魂，晶片是硬体的大脑。那看的部分呢？我注意到很多 AI 眼镜好像没有萤幕你观察得很仔细。没错，目前市面上不少 AI 智慧眼镜，为了追求轻便啦、降低成本啦、延长电池续航力啦，很多考量。对，选择不配置显示萤幕，互动主要就是靠语音，还有听觉，比如说用骨传导耳机。结合人工智慧跟扩增实境显示，才是智慧眼镜的终极目标啦。也就是说，未来眼镜不只可以跟你对话，还能直接在你眼前叠加一些数位资讯。理想上是这样，不过这就碰触到 AR 眼镜里面最贵、技术挑战也最大的部分了。哪个部分？就是光学和显示技术。光学跟显示。对，产业报告提到，目前一些 AR 眼镜，特别是那种强调观影体验的，比较常用的是所谓的 Bird Bath 光学方案，搭配 Micro OLED 萤幕。Bird Bath？ 对，但这种方案体积通常比较大，透光率也有限，离我们普通眼镜的形态还有点差距。那更理想的技术方向是？未来的趋势被认为是 Micro LED 显示技术搭配光波导 Waveguide 技术。Micro LED 配光波导。对，这种组合的优点是亮度可以更高、更省电，寿命也更长，而且它可以做得更轻薄。更有机会做出外观很接近普通眼镜的那种 AR 显示效果。听起来很棒啊，那为什么现在还不用呢？挑战就是这两种技术目前的成本都非常高。
啊，成本。对，而且良率也有待提升。那个光学跟显示模组大概就占了 AR 眼镜总成本的一半左右。一半？所以它是未来能不能普及的一个关键瓶颈。看来要实现理想中的 AR 眼镜，真的还有段路要走哎。是啊，除了晶片、AI 和显示，还有哪些重要的零件？当然还有负责看的相机嘛。相机。还有负责听的麦克风阵列，例如用好几个麦克风来提升收音效果。对，5个麦克风那个。还有各种用来侦测头部动作或环境的感测器，以及非常关键的电池。电池续航力。对，续航力一直是穿戴装置的痛点，那个学术研究也有提到这一点。此外，轻量化设计非常重要。多份报告都强调，重量最好控制在50克以下，才能确保长时间佩戴的舒适性。了解了，技术上确实有很多环节要考量。那么回到市场面来看，这股 AI 智慧眼镜的热潮啊，会只是昙花一现，还是真的可能成为下一个重要的科技趋势？这部分的数据就相当引人注目了。市场预测确实是相当乐观哦。根据那个平安证券引用的 Wilson 预测数据，全球 AI 智慧眼镜的销量预计会从2024年大约200万副，200万，增长到2025年的400万副。哇，一年就翻倍成长。是的，而且预测到2030年，这个数字更可能达到8000万副。8000万？对，从2023年到2030年的那个年均复合成长率 CAGR 高达134%。哇！报告甚至预期说，2025年就会是各大品牌密集推出新品的一年。这个惊人的成长率，我觉得可能不只反映技术成熟啦，也暗示着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资讯界面转变的开端。资讯界面转变？对，就是人们渴望能更无缝地把数位世界融入到现实生活里面。有道理。每年卖8000万副的话，那市场规模就很可观了。还有其他的潜力吗？另一个巨大的潜力是来自于对传统眼镜的替代。你想想看，全球每年卖出去的传统眼镜，包括近视眼镜啊、太阳眼镜这些，数量有多惊人？应该很多。平安证券的资料说，2023年大约是15.6亿副。15亿？对，所以即使未来 AI 智慧眼镜只能取代其中一小部分，那也是个天文数字了。没错，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市场。的确，如果大家平常戴的眼镜都开始变得智慧化，那影响就很大了。此外AI 市场本身的成长也在加速。东吴证券引用的 IDC 数据显示AI 眼镜的出货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 VR。AR 比 VR 快？对，2023年全球 AR 出货量增长了60%以上。预计2024年的增长率更高达85%。哇 ！IDC 甚至预测未来几年 AR 市场的年均复合成长率会接近100%，将近100%。对，特别是在中国市场，2023年第4季的时候 ，AR 眼镜的出货量甚至第一次超越了 VR。这倒是蛮让人意外的。对。这都显示市场对于那种比较轻便型、能结合现实场景的智慧眼镜，兴趣是越来越高了。市场前景听起来真的是一片光明，但任何新技术的发展通常都不会一帆风顺嘛。当然，有哪些主要的挑战或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地方？当然有，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技术瓶颈，像是AR 显示成本很高啊，成熟度还不够啊，还有电池续航力等等问题之外，硬体上的非技术性的挑战同样非常关键，甚至可能更复杂。非技术性的？对，像那个 Diver Portal 的学术研究，还有 CTO Magazine 的文章，都点出了不少值得我们深思的面向。例如说哪些面向呢？首先是社会层面的影响。你想想看，当我们越来越依赖这种科技的时候，会不会让我们某些自身的能力退化？例如记忆力、方向感。对，还有你戴着智慧眼镜跟人互动的时候，会不会让人感觉不太自在，或者觉得被冒犯？好像随时在被录影的感觉。有可能，如果眼镜不小心弄丢了，
或者被骇客入侵，里面的个人资料外泄，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那该怎么办？这很可怕哎。还有同侪压力啊，看到朋友都在用，自己是不是也该买一副？以及使用者是不是真的了解这项技术的局限跟风险？这些听起来都是很实际的生活问题。那伦理方面的担忧呢？隐私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吧？绝对是，隐私是最大的焦点。这些眼镜都配备了相机跟麦克风嘛？对，他们会收集哪些资料？影像、声音、我们的视线焦点，甚至生理数据，这些资料会被怎么使用？谁有权限可以存取？很多人会担心无时无刻被记录，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偷录。像那个 Ray-Ban 的眼镜，不是有个 LED 灯，拍摄的时候会亮吗？对，是有提示灯，但这个提示是不是足够有效？大家看得到吗？会不会被遮蔽？也是。还有资料二次利用的问题。我们的数据会不会被用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使用者按下那个同意的时候，是真的知情同意吗？还是只是为了使用服务不得不点下去？这点很有争议。学术研究也提到说，使用者通常并不真正拥有自己产生的数据，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另外还有演算法偏见的问题。演算法偏见？对。AI 的判断会不会因为训练资料的关系，对某些族群产生歧视，以及所谓的污名化？污名化，例如说你的健康状况或是其他比较敏感的资讯，会不会因为你戴了有特定功能的眼镜而被轻易的暴露出来？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安全问题，就是分心。分心？对，你使用眼镜的时候，如果太专注在那个显示的资讯，或是跟 AI 互动，会不会忽略周遭的环境，然后发生危险？有可能像边走边看。对，当然了，像 Google 这些大公司都表示会致力于负责任的 AI 开发，但这些伦理挑战是需要整个社会持续去关注跟讨论的。除了社会跟伦理，还有其他的考量吗？ DVA Portal 的那个研究还从生态的角度提出疑虑。生态环境吗？对，电池续航力不只关乎使用体验嘛，也涉及到耗电量跟发热的问题。制造这些高科技装置需要用到一些稀有材料，对环境会造成什么影响？最后这些装置汰换的时候，那些电子废弃物又该怎么处理？这是永续性的问题。最后，从商业角度来看呢，风险呢？当然了，还有市场本身的风险咯。券商报告也有提醒，像是终端消费者的需求，最终会不会不如预期那么强劲？叫好不叫座，有可能。技术研发的进度，万一延迟了怎么办？如果一直找不到真正能吸引大量用户的应用场景呢？还有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些技术限制，比如说 AI 理解能力还不够完美啊，好用的 AR 显示技术成本还是太高啊，电池技术也需要突破啊，这些都是产业发展过程中实际存在的挑战。听你这样分析下来， AI 智慧眼镜确实是一个充满潜力，但也伴随着不少复杂议题的新领域。没错。那么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可以总结几个重点让你参考一下。第一， AI 是现阶段智慧眼镜能够快速发展的关键推手。它让眼镜在不追求完整的 AR 功能的情况下，也能提供实用的智慧互动，变得更轻巧、更可行。用 AI 先强化核心体验，而不是一开始就追求那个很高难度的 AR。对。第二 ，Ray-Ban Meta 的初步成功，证明了这种结合时尚设计和基础 AI 功能的产品，确实是有市场潜力的，能够吸引一般消费者。证明可行性。第三 ，Google 展示的那个 AI 助理能力，让我们看到未来智慧眼镜在提供个人化、情境化咨询服务上的巨大潜力，即使目前还需要持续优化。未来的想象空间很大。第四，长远来看 ，AI 跟 AR 的深度结合依然是那个终极目标。轻薄高亮度的 Micro LED 显示，加上光波导光学方案，是目前看到最有希望的技术路径，但成本和技术成熟度仍然是最大的挑战。最后一点呢？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技术往前走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正视并且积极应对随之而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伦理跟社会，对，尤其是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以及它将如何改变我们的人际互动模式，这需要技术开发者、政策制定者，还有我们使用者共同来努力。
我们今天讨论的资料里面那个 CTO Magazine 提到说 AI 助理未来可能会变成我们的智慧伙伴，甚至会模糊人机界限。智慧伙伴。这就让我留下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戴的眼镜里面的那个 AI 真的非常非常强大，远不只是翻译或者辨识物体而已。它会如何影响你的日常决策？比如说购物选择资讯甚至是对人的判断。更进一步，它会不会改变你对现实本身的感知呢？哇！如果现在就有一副完美的 AI 眼镜在你面前，你最希望它能立刻帮你解决生活中的哪一件事情呢？这或许值得你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感谢你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